你们两个出去抽烟吧。谢长官。哎呀，程大哥，程太太，法医报告出来了，你父亲的骨头变成黑色，真的是中了砒霜的毒。 意料中的事儿，反正日本鬼子就是要我死嘛。我看未必，日本人想通过这件事情宣传他们皇军，没必要造假呀。一菲，你爸以前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啊？那行，程大哥，你先想着吧。哦，对了，日本人已经同意了我的申请，你可以暂时回医院。 但是必须24小时以内有人看着。哦，谢谢你啊，铁大哥。一定是程亦菲。 除了他还会有谁？兰姨，兰姨，爸还好吧？他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日本鬼子也同意了回医院治疗。那爸有没有吩咐过什么？他说没事儿，上法庭就上法庭，不用怕。阿兰。 逸翔究竟在哪儿？你告诉我，我亲自去找他。喂，二叔。哦，你等一下，妈，二叔让你接电话。嗯。喂，逸翔。哎呀，怎么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有话好好说。 哦，哎，喂，逸翔，喂，那个畜生说什么？他说不上法庭也行，要把银行的70%股份给他。不用管他，我已经告诉他了，最多只能给他800万。就照逸翔说的，给他70%。 按我吩咐的去做，马上就要开庭了，没有时间了。妈，不行，不能这么做啊！我不答应，亦菲也绝对不会答应的。谁不同意我都不管，我不能让我丈夫的遗骨放在法庭上让人看笑话。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事儿不能妥协的。您不是说了一切由我做主吗？这件事我做主。 我这个当妻子的不能看着我丈夫的骨头放在法庭上让人家看笑话，我怎么对得起我丈夫的在天之灵？我这个当妈妈的也不能看着我儿子都病成这个样子，再上法庭受折磨。妈，我同意。奶奶，你再怎么说也该问问爸的意见啊！而且爸原来也说过，兰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呀。不要再说了，如果你们不答应我，我从今天就开始。 绝食！奶奶，妈，你们一天不答应我，我就一天不吃饭，直到饿死为止。各位同事，我们程家出的事儿，你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银行要停止贷款，必须保证库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兰妈妈，奶奶还是不肯吃东西，怎么劝都不听，都快1天1夜没吃饭了。行，我知道了。请问大家还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吗？没有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散会吧。是我错怪妈了。怎么了？
刚才二嫂打电话来说，妈为了我绝食了。啊！她还说，如果唐兰不答应条件的话，她就继续不吃饭。到现在已经30个小时了，什么东西都没吃。这30多个小时，老人的身体能受得了吗？等有朝一日我拿到70%股份，我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妈妈。嗯。虽然妈以前经常骂我，还老是把我赶出家门，我以为她心里面只有我大哥，相当的偏袒我大哥。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生死关头，她还是选择站在正义的这一面。她的心里还是疼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她竟然为了我牺牲这么多。赢了，赢了！爸，我们这次肯定赢了。早知道别说7成，咱们开了个9成嘛。哎呀，7成也好，9成也好，只要能拿回来就好。你以后可一定要对妈好一点啊！还有你，别游手好闲的，以后好好学着做生意。是是是。妈，3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你要干什么？想做神仙啊？我们家已经够乱了，您就别添乱了，行不行？我说过了，要我吃饭可以，一个条件，给一祥7成股份，庭外和解。您是饿晕了还是饿糊涂了，妈？给他7成股份，我1分钱我也不给他。妈，那陈阳做些什么事，你这个当妈的会不知道？还那么帮他，手心手背都是肉，您那么偏心宠他，我这个儿子当的我还有什么意思没有？好了，你先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奶奶，奶奶。没事吧？有什么事咱慢慢说，身体要紧，别着急啊。妈，喝点粥吧，等你身体好了以后，对啊，我再慢慢给你解释啊。奶奶，一个条件，给一祥7成股份。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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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2天没吃饭了。跪！你们跪在他面前求他吃饭，直到他点头为止。我说跪就跪，听到了没有？一菲，唐兰，帮我把铁大虎叫来吧。叫他干嘛？求他让我回家，我想给我妈磕头，求他吃饭，一直到他肯吃饭为止。放心吧，把这事交给我，我已经叫大夫过去看着他了。我跟月亮会尽量说服他，让他吃饭的。唐兰，保住这个家。唐兰，陈一翔，你想干嘛？我还要问你想干嘛呢？你跟陈逸飞真是天生一对，他毒死我爸，接下来你想害死我妈啊？你是不是疯了？你给我站住！我问你，那7成股份又不是你，你凭什么到现在还不答应？我警告你，我妈万一有什么3长2短，你就会落得跟陈逸飞一样的下场，蓄意谋杀。说呀，他娘怎么不说了？你想干什么？程太太，你要有事你先走吧。你竟然敢用枪指着我！哼，我还敢用枪指着你？要不是那天程太太拦着我，我他娘早就一枪崩了你了。我告诉你，你别乱来啊！你知不知道我跟村上少尉是什么关系？那你知不知道我跟吉长中尉是什么关系？吉长又跟大佐是什么关系？是亲家。现在你知道谁的后台更大了吧？啊？
医生，情况怎么样？你们放心吧，已经给他打了吊针，他暂时不会有事的。哎，妈，你醒了，饿不饿？我帮你弄点粥。奶奶，奶奶，奶奶还是不肯吃饭。奶奶，哎，奶奶，你放心，我不是来让你吃东西的，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我呀，我跟桂花香要结婚了。是啊，奶奶。哎，您不会嫌弃我吧？奶奶开不开心？给一享7成股份，庭外和解。奶奶，我都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奶奶。奶奶。我说，给一享7成股份，庭外和解。等等，妈再也经不起折腾了。逸翔究竟在哪里？我去跟他谈。还是我去劝劝妈吧。我才是原配夫人，唐兰。唐兰，我平常不太说话，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了。你扛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也没有资格扛。你别再折磨妈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们连姐妹都做不成了。我可要不客气了。说完了吗？唐兰，唐兰，常老太太，咱别这样，针也不打，饭也不吃，身体器官可要受到损坏的呀。奶奶，你是不是要我们全部跪在您面前磕头，您才肯吃饭呢？月亮，你们大家先出去一下，我有话要跟妈聊聊。哦，唐兰，你别再刺激妈了。我有私话要跟妈单独聊聊，可以吗？走啦！哎，医生，我们先出去吧。微风，走，走，细雨，走吧。我们先出去，走。妈，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来，慢点。妈，你还记得几个月前？全家上上下下都在说，我嫁入程家是另有企图的。当时我心里真的特别委屈。可是我很感激您，在最关键的时候，您站出来支持我。您那天说的几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您说，我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据。阿兰是我的好媳妇儿，你们大家都得无条件的支持她，因为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程家。我当时听了，心里特别的感动。可是后来我又觉得，您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因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您还是希望我能听您的意见。您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信任过我。郑逸翔经常说您偏心，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您确实是偏心，可是您偏心的不是您的大儿子程逸飞，您偏心的是您的小儿子程逸翔。您虽然嘴上经常骂他，可是您心里一直在纵容他。恕我直言，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难道您就没有责任吗？还有，
你有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孙子，你还不知道吧？程逸翔在外面藏了个女人，到现在儿子都快20岁了，他跟您一样的纵容他的儿子。我相信这小子迟早有一天会变成一个怨天怨地怨人的废物，跟他爸一样。你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当妈的和儿女的骨肉情。是，我是没生过孩子，我是没您了解，可是我了解，您为什么想让我对程逸翔妥协，庭外和解？您口口声声说，是怕丈夫的骨头摆在法庭上被人笑话，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你心里很清楚，逸飞是清白的，可是您害怕。您害怕您的小儿子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不孝子，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您更害怕的就是，您的儿子再也不会回到您的身边，你会永远的失去他。妈，您好好想想吧。逸飞已经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难道您还希望您自己间接地害死您的小儿子吗？程逸翔，他给了日本人那么多好处，如果有一天永业银行落在他手里，你觉得那些贪得无厌的日本鬼子会放过他吗？再说，您作为一个母亲，您说句良心话、公正话，您真的认为您的小儿子能够打理好这个银行吗？开银行不是开杂货铺，没有那么简单的，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您难道真的希望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吗？对不起，我知道我这么说非常不孝，我说的句句话都刺伤了您的心，可是我说的句句话都是肺腑之言。我真心希望，在逸飞死之前，你能还他一个清白。我也希望您不要让您的小儿子走上不归之路，永远都回不了头。当然，我求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只要我能够做到，您说。不管我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我们程家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有能力，请一定帮我保住小儿子的性命，可以吗？好，我答应你。谢谢你。那我们婆媳俩就说好了，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我饿了，我想吃东西。我这就给你去拿。来喝粥，慢慢来啊。好点了吗？来，再来一口。来。少尉，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抓来的那个法官已经看完了案子的所有文件。他说，你的父亲的确是被砒霜毒死的，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程逸飞干的，所以这场官司我们未必会赢。不是他还会有谁呀？除了他，还有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爸跟任何人都没有结过仇的。洋鬼子的法律讲证据，你跟我喊有什么用？要不然就麻烦少尉您跟机场中尉还有大佐说一说，请他们帮帮忙。我相信那些法官他们也只是装装样子，到后来他们还不是都得听你们日本人的吗？陈一翔，我帮你是为了那3成股份，大佐和中尉
凭什么帮你？那我再拿出1成股份给他们。没错，你是要再拿出1成股份，不过不是给他们，是给我。啊？我费尽心思做了那么多事情，只拿3成，太少了。我要4成。你听着，在开庭之前，你最好再多给我找回一些证据来，别让官司输了，害得我什么都得不到。你得明白。明白。喂，二嫂，我是一翔。哦，一翔啊，你不是忙着打官司呢吗？怎么还有时间往家里打电话呀？二嫂，你听清楚了，请你转告妈，念在大家都是一家人，母子一场，我再退一步，6成半。只要给我银行股份的6成半，我马上庭外和解。我跟你说，这已经是最低限度，别再跟我讨价还价了啊！畜生！你以后别再叫我妈，全当我没生过你这个不孝的东西。妈，妈，别生气。妈，怎么？哎，让开，让开，让开！哎呦，哎呀，停一下！哎，先生，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看你干的。你是程一翔吧？我是柴叔啊，记没记起来？开药店的柴叔。小时候你们兄弟俩经常在我门口玩，我还经常拿话梅给你们吃，记不记得？哦，好像有那么点印象。我还有事儿，我先告辞。我这次从虹口来，就是找你和程老太太的，要不我们一起走？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关于你爸爸被毒的事。哎呦，柴叔，这边请，这边请。好。这个酒楼呢是我朋友开的，我们到里头坐着慢慢聊。哎呦，你还有钥匙？来，里面请，里面请。好。柴叔，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哎，一翔，我对不起你父亲。怎么回事？来，先起来，您先起来。来，您说。一翔，真的不能干缺德事，要遭报应的。3年前，我小儿子上山采药，被毒蛇咬了一口，毒死了。半年前，我大儿子跟人结怨，结果被人下毒毒死了，这一定有报应。要不然，我这2个儿子怎么都被毒死了呢？柴叔啊，你儿子被毒死关我们家什么事儿？我只想知道我爸的事情。你说，我爸是不是被我大哥下毒害死的？当年，确实有人从我这儿买走1包砒霜，给了我很多钱，而且要我发毒誓，永远不说出去。可那买药的不是你大哥程一飞，是另有其人呐！啊！凤萍，哎，大姐，听说你要出去一段时间。啊，
我表弟病得挺严重的，我想赶紧去，或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魏峰已经跟我说过了，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一个人出去，我们都很担心。大姐，我跟表弟的感情非常的好，况且现在时局已经稳定多了，我快去快回。还是叫几个下人跟你一起去吧。啊，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行，我小心一点就好了。魏峰啊，照顾好巧姨啊。哦，路上小心啊。哎。哎，这是哪儿啊？哎，给我拿来！哎，你把行李还给我！你干什么？是你把我锁在这儿干什么？二嫂别紧张，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今天请您过来是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帮忙。什么事？陈逸飞毒杀亲父已经是板上钉钉，可是法官呢觉得证据还是不足。我知道，当年是陈逸飞叫你去药材铺买的砒霜。如果你今天肯出来作证的话，你是不是疯了？程逸飞从来没有让我去买过砒霜。二嫂，你别紧张，冷静一点。我知道这件事情呢，你是不会轻易答应的。毕竟嘛，让你出庭作证，就表示当年你是共犯，对吧？不过你不用害怕，我已经帮你把所有的退路都给想好了。到时候你在法庭上面只要承认，的确是陈逸飞叫你去药材铺拿了一包药，至于里面到底是不是砒霜，你什么也不知道，这样你就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神经病！陈逸飞真的没有让我去买过什么药。你到底开不开门？再不开门，我可喊救命了啊！二嫂，我们俩合作那么多次，你也曾经跟我说过很多遍，陈逸飞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妻子看待。他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干嘛还护着他？行，等我拿回永业银行之后，我分半成股份给你，行不？逸翔，我是恨那个男人，要不我们怎么可能合作那么多次呢？但是他真的没有让我去买过什么药。你到底开不开门呢？真的没有？我对天发誓，如果他让我买过药，我就不能好死横尸街头。这样你满意了吧？他真的没有让你去买药？把钥匙给我吧，真的没有。那柴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胡说些什么？怎么又冒出个柴叔？以前在我老家附近开药铺的柴叔啊。没印象。没印象？刚才柴叔来找过我，他明明白白的告诉我，当年是你找他买的砒霜，你当时说要用来杀虫，结果当天晚上我爸就死了。事后你给了柴叔很多首饰和钱，叫他不要跟别人提到此事。你现在敢在我面前再说一次，你不认识柴叔？你别诬赖我，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他都70多岁了，他早就老糊涂了。放开我！你今天不把这事交代清，休想离开这儿。毒死你爸的是你大哥，又不是我。他想霸占遗产，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这对龙凤镯你怎么解释？你没想到吧？柴叔这么多年都没把它卖掉。你看清楚，上面除了一条龙一条凤之外，还有个橙字。当年我爸打了2对，一对给了大嫂，另外一对给的就是你。真有意思，这个镇上除了你家姓程，就没有姓程的了。你不是说大嫂也有一对吗？你怎么不怀疑她？你还想跟我狡辩是不是？好，我现在马上带你去见陈逸飞，走，跟我走。别无故走，为什么要见他？我不去。我要带你去见陈逸飞，我要带你去宪兵部。你知道，日本鬼子酷刑，不怕你嘴硬。走，走，起来，跟我走，走。今
今天如果你不敢跟我走，就证明你是杀人凶手。走，跟我走，走！二叔，二叔，你放我一条生路吧！以后要我帮什么忙，我豁出老命也帮你。好，你告诉我，你当年为什么这么做？说，你只要说出实话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说。其实老爷也有责任，他对我有那么大的成见，他让一菲休了我，他要把我从程家赶出去。胡说八道！我爸从来就不是那样的人。我告诉你，我要听实话，你听不懂是不是？你听不懂的话，我就打断你的腿，信不信你？我说，其实要怪，只能怪你大哥，他把我娶进门，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妻子。我不是真的要偷男人，我是想要刺激他，让他以后对我好一点。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有一次，你爸和叶飞出去谈生意，我就跟那个男人在一起。谁知道你爸说身体不舒服，就提前回来了。他看到我跟那个男人在床上，你知道的，我不能让一菲知道这件事情，一菲会杀了我，还会杀了那个男人。荒谬！天底下怎么有这么荒谬的事情？本来应该是陈一菲杀的，怎么又冒出一个吕凤萍出来？我22年的努力，全为了揭穿他，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老天爷，你这玩笑开的也未免太大了吧！李霞，你放我一条生路吧，好不好？死有余辜！奸人，听清楚，如果你想留着这条贱命，你就跟我上法庭指证陈一菲是杀人凶手。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我就马上把所有事情全部抖出来，要么陈一菲死，要么你死，你自己选。可是阐叔，别管阐叔了，我跟日本人会解决的。我们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对不对？我告诉你，你别想逃走，我会派人随时随地监视着你。你要是敢动歪念头，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知道，我知道。陈一菲，你干的好事！陈爸爸死于非命期间，篡改遗嘱，把这所有家产一分钱都不留给我。死有余辜！臭生！畜生！妈，你不是回去见表舅了吗？是啊，妈，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在车上呀，感觉身体不太舒服，这心脏呀，砰砰砰砰砰砰，直跳。这家里现在离不开人，想来想去，我还是不走了。要不要找个大夫给你看看？不用了，这阵子经常这样，休息一下就好了。哎，国家这样，家里又这样，谁不心惊胆战的呀？也许真的休息休息就好了。微风细雨，快把你妈的行李拿上去啊！好。哎，你在家呀？怎么不开灯啊？饭吃了吗？要不要下去给你买吃的？不用了，没什么胃口。你不会是官司出什么问题了吧？没问题啊，能有什么问题啊？你当我第一天跟你在一起啊？你这有事没事全挂在脸上了。我今天见过凤萍了。凤萍是谁呀？程逸飞的二老婆。哦，你去见她干什么？有一句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大老婆贤良淑德还嫌不够，还要再娶一个二老婆。你把二老婆娶进门来，你好好对待他们，可是你对人家又不好，人家好歹也帮你生了一对女儿，结果这个二老婆跑出去偷汉子，难道这些事情跟这个做丈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娶那么多老婆干嘛？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还不是他一手造成的？你管人家娶老婆不娶老婆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好好管管咱们的官司吧。我刚才跟孝文出去吃饭，这满大街的报纸可都在报道这件事。是吗？好，这个官司一定能赢，我看一定能赢。下个星期就要开庭了，程大哥，你的心情怎么样啊？不就打场官司吗？什么大风大浪我没见过啊！啊！月亮，爸就要上法庭了，这能不能活着回来还是个未知数啊！爸心里两个谜底，一直无法揭开，这走的也走不安心。你大虎哥这个谜呢，他狠心不说，我拿他也没办法。你爸跟你说话呢，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我有看着你吗？你说呢？你是爸的儿子，能告诉爸那黑布先生是谁吗？我答应过他，我不说，我就永远都不会说啊！别说你快死了，就到我快死了那天，我都永远都不会说。我说程大哥呀，很多事情啊，你就别问了。有些事情啊，你可能越想知道，就越找不到答案。反而你把它忘了，谜底自然就揭开了。你信不信？我信，我信。反正啊，你别忘了我在巡抚房跟你说的话就好了。这一点我不会忘的，我一辈子都会记得。哎，等会儿，你们在巡捕房说什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啊？他不说，他不说，我为什么要说啊？那要说大家三个一块说啊。对呀，这么说，现在一共有3个谜底了。那看来就我最吃亏了，我一个都不知道。哎呦，程太太，吃亏是福啊，知道的越少越好。当然，说正经的，说正经的啊，你有没有后悔加入陈家？当然有了。当初啊，我只知道程家是个龙潭虎穴，但我没想到会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这事情是一件挨着一件，没完没了啊！你知道这个义字有多难写吗？啊？月亮，你知不知道这义字怎么写啊？义字有那么多，你说的是哪个啊？义字呀，上面是只羊，下面是个我，
就是要把我们，把自己，随时当成一只任人宰割的羊。这是牺牲，你明白吗？明白。上面是只羊，下面是个我。程月亮，这么巧，大虎哥，你说怎么这么巧啊，大虎哥？你跟了我一路不累吗？累。我们找个地方喝杯酒，聊聊天。我不会喝酒。破个例，你少喝点。今天是你老朋友黑布先生的忌日。大虎哥，你怎么认识黑布先生的？何止认识，我们可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你也是地下组织的人？那要不然，黑布先生怎么会知道你会破译情报密码呢？哼，月亮，你这么聪明，你能猜到你爸这回上法庭会是什么结果吗？我猜不到。结果就是谋杀罪名成立，立即枪毙。程一祥和那个村上一定会制造出很多假证据来陷害你爸。大虎哥，你告诉我怎么能救爸？你告诉我，求求你了，你救救爸爸，救救爸爸！你先坐下来。月亮，也许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你爸。什么办法？告诉我，我去做。你必须要像义子里面的羔羊，冒很大的危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什么办法？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会放出一些情报，让日本人知道你会破译情报密码。过不了多久，这些日本人会把你秘密地请到宪兵部。然后呢？然后我教你一步一步怎么做。好。进来，这位是村上少尉，快点说。哦，太君，少尉，这位就是开药铺的柴叔，当年就是他亲手把砒霜交给程一飞的。这，一祥，你说错了，不是你大哥来买的，是他二老婆凤萍，还不是一样吗？就是程一飞叫他老婆去买的吗？这怎么能是一样啊？你能不能别管那么多啊？柴叔，上法庭。你也别提凤萍，免得节外生枝。就一口咬定，这砒霜就是程一飞亲手去买的。这是程一飞自己去买的，记住了没有？可如果不是程老板让他老婆来买的，那我可把程老板给害死了。你这老头怎么那么死脑筋呢？要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嘛。要不，我还说，要是凤萍来买的，是我自己怀疑，程老板让他来买的。哎。你听电话。我的。快去。小猪啊，小猪，你在哪里啊？你怎么会在电话里啊？是你的孙子吧？啊，乌鲁斯。哎呀，太君呐！哎呀，饶了我的孙子吧！太君，饶了我孙子吧！太君，你放心，刚才只是对天开枪，但是如果在法庭上，你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那些子弹就都会打在你孙子的身上。起来，是程一飞亲自
到你药铺买的砒霜，是不是？是程逸飞亲自到我的药店来买的砒霜。兰姨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呀？不知道。大家讨论什么呢？哦，唐经理，大家都在担心一会儿上法庭的事儿。是啊。各位同事，安静一下，听我说两句。程老板让我带话给大家，他说这次上法庭啊，他一点都不担心，反而很高兴，因为终于有机会可以澄清这件事儿了。所以请大家好好工作，别替他操心了。兰姨，好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发了呀？咱们是先去医院接爸，还是说咱们先去法庭？这样，我想过了，我觉得你们还是别去法庭了。这个时候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你们还是留在银行坚守岗位的好。法庭那边有什么事儿呢？我会及时打电话给你们的。好。好。那好，那我先去医院了。好。慢走。慢走啊。现在开庭。铁队长，你可以开始询问证人了。程逸祥先生，你说你大哥程逸飞先生，在22年以前，用砒霜毒杀了你的亲生父亲，篡改遗嘱，并且霸占了全部家产，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年2月，我父亲和我大哥到外地去做生意，本来预计2个月之后才能回来，但是没想到有一天，我父亲匆匆忙忙地赶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我父亲说是为了立遗嘱的事情，和我大哥大吵了一架。我父亲的本意是将所有遗产平分给我们兄弟俩，但是没有想到，我大哥程逸飞他极力反对，他说我的个性太过善良，妇人之仁，将来做生意一定会亏本。然后呢？后来，我父亲当着我的面立了一份遗嘱。上面写得很清楚，遗产的一半归我程逸祥所有。我父亲叫我把这份遗嘱锁进柜子里。就在当天晚上，我大哥程逸飞非常着急地赶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父亲一见到面就立刻起了争执，两个人在屋子里面大吵了一架。但是我在外面听得不是很清楚，我只隐约听见了，好像也是为了遗产的事情。两个人越吵越大声，越吵越大声，吵得不可开交。就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竟然晕倒了。我一看情况不对，我想赶紧出去找医生，结果我大哥竟然说不必了，他出去抓了一份不知道什么药，回来熬好就给我父亲喝了。我真没有想到，我爸喝了之后，一会儿就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整个脸都发紫，并且还指着我大哥，一直骂他畜生。畜生！我一看这个情况实在是不对，我就赶紧出去找医生。但是等我回来之后，发现我大哥找了一个姓麦的医生，那个麦医生当众宣布，说我父亲中风死了。当时我妈和我大嫂在广州喝喜酒，我大哥程逸飞竟然不顾他们。就私自将我父亲的遗体装进棺材，还不许任何人打开。哦，对了，当时我的二嫂凤萍，她也觉得父亲的尸体不太对劲，就连当初那些武功，也都说我父亲是中毒死的。这是没想到，你为什么不把你爸爸给你的那份遗嘱，给大家拿出来看看呢？不行，就在当天晚上，我的柜子被撬开，那份遗嘱不翼而飞。等到我妈他们从广州回来的时候，就这个杀人凶手程逸飞，竟然拿出了另外一份遗嘱，上面写着所有的遗产全部归他一人所有，而我程逸祥1毛钱都分不到。那一份就是捏造，就是篡改的遗嘱。审判长，请为我父亲伸冤，我爸死不瞑目，死不瞑目。证人，请你冷静。
是，审判长，我当着大家的面保证，有朝一日我拿回永业银行，我发誓，我绝对不会一个人独享。首先，我会把利息降低，贷款给穷人，去改善他们生活。然后，我要开设一家孤儿院，因为没有爸爸的孩子是最可怜的。肃静！铁队长，把本案的证据呈上来。是。审判长，这是程立文的一部分遗骨，确实是黑的。那法医怎么说？法医报告上说，程立文的骨头之所以发黑，是说明死者生前中了砒霜的毒物。天理难容！赵庭长，辛苦了。二位长官，有事吗？恭喜你啊，赵庭长，你马上就要成红人了。现在租界都在报道这桩官司，你看看，连外国报纸都报道了。谢谢。我之所以答应你们回来继续当庭长，不是为了宣传，更不是为了报纸。是想真正维护租界的公平和正义。赵庭长，你的想法和皇军的想法完全一致。你放心，我们不会干预你审案，我们尊重你这位庭长，更尊重租界的法律。程老太太，程义祥说，你丈夫去世的那天，你不在家里，是不是？是的，那天我和我儿媳妇带着我5个孙子到广州去了，家里确实只有义祥和我儿媳凤萍。可是有一点，我一直怀疑，因为我的丈夫不可能留这样的遗言，说把所有的财产平分给2个儿子。因为他只想把所有的财产分给我的大儿子程逸飞，而且我也赞成。为什么？他们2个都是你的亲生儿子。这个决定，我们犹豫过很久，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对不起义祥？可是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亲戚家，在他家的大厅里，看到一副格言，上面写着：家也大，产也大，后代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儿孙钱多，胆也大。天般大事都不怕，不丧自家不肯罢呀。这句话直戳到我丈夫心里去了，所以他决定这么做。现在唐兰这样做，也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把财产给了义祥，他胡吃乱花不要紧，但他会闯下弥天大祸，到时候我这个老太婆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你撒谎！你给我闭嘴！这里轮不到你说话。妈，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你还偏心大哥啊？你还不说实话吗？你们不要吵吵闹闹，否则要把你们赶出去了。儿孙钱多，胆也大，胆大祸根也就大。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错。
审判长，我的询问结束了。怎么样啊？你妈在法庭上说话了吗？说了，她说了很多。死心了，我这回真的是彻底死心了。亏我前阵子还那么内疚，担心她为了我绝食把身子搞坏，结果发现我完全都是一厢情愿。你知道我妈今天在法庭上说什么？她说我爸把所有遗产都分给我大哥，1毛钱都不留给我，原因是因为一副对联。啊？什么对联啊？说什么财也大，产也大，儿孙胆子也就很……哎呀，字很多，我也记不太清楚。意思就是说，你留给儿女的遗产越多越大，儿女将来胆子呢也就越大，闯的祸也就越大。在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些话是谁教他的。如果爸生前觉得我陈一祥不是他亲生的，于是1毛钱都不留给我，这我可以理解。或者说，我爸觉得程一飞做生意比我强，比我精明，于是把财产多给他一些，那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今天既然说不把钱留给我，是因为我胆子大。我胆子能大到哪儿去啊？我杀过人，放过火，抢过银行，强奸犯吗？这太离谱了！他们一个个都在撒谎。我倒觉得呀，这个话肯定不是程一飞教你妈说的，十有八九是那个唐兰教的。这越是有心机的人呐，他就越喜欢满嘴的仁义道德。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对我妈妈一点都不生气，反而我相当的可怜她。对，你说的没错，一定是唐兰在我妈跟前跟我妈妈说，不管陈一飞之前做了天大的坏事，现在看在他马上就要死的份上，绝对不能让他落个被枪毙的下场。但是这么做呢，又的确委屈了一下，只好将来慢慢的再补偿他。你信不信？唐兰一定是这么说的，而且把我妈说的是老泪纵横啊！哎呦，你就先别管唐兰是怎么跟你妈说的，好好想想怎么打赢这场官司吧。你放心吧，这场官司一定会赢，因为好戏在后头。你去哪儿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这段时间你少给我出门。刚有个同学有急事让我出去帮忙，然后我一会儿还要出去，你们先吃饭吧，我不吃了。你拿那么多钱做什么？你还拿了我怀表。我有个同学急着要借钱，你什么朋友一下子要借那么多钱？你是不是又去赌了？这脸怎么了？是不是被人打了？哎呀，你们就别管了！你滚回来！你大虎哥，大虎哥，我是月亮。大虎哥，我是月亮。大虎哥，大虎哥，我来了，大虎哥。大虎哥，我是月亮。怎么不在呀？怎么了？動くな！你们要干嘛呀？抓人过去！あなたはその世界で有名な忘れないくらい情報暗号を解読するのは程度なんです。我听不懂日语啊！我是走错路了，对不起，我进错门了，再见。别动！铁大虎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我们收到情报说你们约了今天晚上在这儿见面，你们要干什么？不是啊，我其实下了班啊，我觉得累了，我就打了一辆黄包车，然后我就想回家睡觉了。途中啊，我就经过这儿，然后我就想起这家店是铁大虎开的。你敢骗我，我就一枪打死你！别！我说实话，是铁大虎呀，要跟我借钱，他一开口就是15万呢。说实话啊！我说的是实话呀，我。八嘎！别开枪！说实话，我就开枪了啊！他说让我借钱，如果我不借给他的话，我爸就会有麻烦了，就别想有了好日子过。打给他喽！
月亮，是我呀！月亮，醒醒！月亮，这别杀我呀！我求求你们别杀我呀！月亮，我是铁大虎，别杀大虎我！哥。铁大虎，月亮，铁大虎，你看着我。大虎哥，怎么是你呀？月亮，看看我是谁？我记得你的声音，你是黑布先生的同伙，你是饼干。这么长时间，你居然还记得我的声音，真是天才呀！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的。月亮，吓死我了，害怕了吧？嗯。